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 AMD Ryzen 9 Pro 8945HS CPU 的高性能迷你電腦 All-Star 天貝 GM12 Plus。我們先來看看幾種 780M 核顯 CPU 的對比 8845HS、7840HS 兩者幾乎一樣， 8945HS、7940HS 也是幾乎一樣，差別就是機內的 NPU 的算力提高了 60%， 而 Ryzen 9和 Ryzen 7相比都是基礎頻率提高了 0.2GHz， 銳頻提高了 0.1GHz。 天貝 Mako、 天貝 GM10、 天貝 GM12、 天貝 GM12 Max、 天貝 GM12 Plus 這5個都是天貝裝置 AMD Ryzen 780M 核顯的迷你主機，真不敢相信1年多以來 780M 核顯小主機僅僅我們測試的天貝一個品牌就有5個不同的 CPU 型號，全都是裝置 780M 核顯的 APU， 看來還是 AMD 的馬甲 U 最多啊。這幾台天貝小主機有一個一直貫穿的相同的優點，就是全部都裝置了超級大满貫接口，包含 Oaklink 接口、滿血的 HDMI 2.1、雙全功能 USB-4 接口、雙 2.5G 网卡，还有至少2個的 NVMe 接口。那麼現在已經是2026年第一季度了，天貝仍然有 GM12 和 Mako 2個系列，大家現在是喜歡全鋁合金外殼優化了通風結構的 Mako 系列，還是各面都有通氣孔、有雙風扇的 GM12 系列呢？天貝 GM12 Plus 裝置 AMD Ryzen 9 Pro 8945HS 8核16線程標壓移動 CPU， 內置 AMD Radeon 780M 核顯，雙通道 DDR5 內存 5600Hz， 雙 PCIe 4.0x4 的 NVMe SSD， 視頻顯示輸出，雙 2.5G 網卡加 WiFi 6， 前置 Oaklink 接口。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所有的配件都在這兒了，顯示器背架和螺絲， NVMe SSD 的散熱馬甲和硅膠墊，8毫米和5毫米的2組高度不同的腳墊。說明書，這單槽小電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黑色鋁合金機身，小主機頂部有鏤空的 GEM 標誌，左上角有 GM12 Plus 的產品型號標識，右下角有 All-Star 英文品牌名稱。機身接口，前面板、電源開關鍵、耳麥接口、雙 USB 3.2A 口，可以 PD 輸入全功能的 USB-4 接口、Oaklink 接口，可以外接獨立顯卡。後面板19伏電源接口，可以 PD 輸入的全功能 USB-4 接口，雙 2.5G 網絡接口，滿血的 HDMI 2.1 接口， DP 2.0 接口，雙 USB 2.0 接口。底部、雙側、後部、頂部都有通風口。取下背部4顆螺絲，揭開底蓋，看看內部接口情況。底蓋上有一個靜音風扇，2條 DDR5 內存插槽，2組 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英特爾 WiFi 6無線網卡。我們給準系統安裝了2條 16G DDR5 5600Hz 的內存，1條 2T 的愛國者 7000Z 的 NVMe SSD。現在這個時候，這一點配件起碼就要3000元，太貴了。BIOS 裡首頁可以看到 32G 內存 5600Hz， 這裡可以設置來電置啟，這裡可以修改性能釋放，有安靜45瓦、平衡54瓦、性能65瓦3種選擇，我們選擇了最強的性能模式來進行今天的測試。P3D Limit 可以限制小主機的整體功耗，方便大家使用显示器 PD 和 DP 一線通。這裡可以修改顯存大小，最大 16G。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64 跑 FPU 單考的壓力測試，
CPU 直接下滑，跑在65瓦，整机功耗跑到92瓦左右， CPU 頻率穩定在 4.4 GHz。我們單考了1小時54分鐘，室溫20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到74度， SSD 最高溫度44度，這散熱是很高水準的。我們用天貝 GM12 Plus 迷你主機的 Ryzen 9 Pro 8945HS CPU 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9分56秒，共計596秒。596秒可以算是非常好的成績了。CPU-Z 多線程 7384.1， 单線程 725.9， CPU 单线程成績在 780M 核線中表現較好，多線程成績非常靠前，在我們測試的天貝小主機中是最強的。Geekbench 5多核12373，单核1983，多核成績仍然排名 780M 核線最前列。Geekbench 6多核13194，单核2709，多核排名 780M 核線的最前列，是天貝小主机中最強的。Cinebench 223多核17594，单核1802，不但上了17000分，排名還數一數二。Cinebench 2024多核966，單核105，多核成績還是排名 780M 核線的前列，數一數二。Cinebench 2026多核4003，单核576，相比 8845HS 稍微拉開了一點，仍然在積累數據階段啊。Passmark 多線程33005，單線程4087，多線程成績仍然排名最前列。綜合上面的比較，天貝 GM12 Plus 的 Pro 8945HS 多核成績排在 780M 核線靠前的位置，和其他家的 Ryzen 9差不多。然后看娛樂大師總分1646443， CPU 得分988868。我們給 Ryzen 9 Pro 8945HS 運行 OpenDouble 測試 ，AES 95628， XX20 38795， CoreMark 5200353。在 CoreMark 成績上，他上了52萬分，超過了其他 Ryzen 9 780M 核線，不錯。都來到這兒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不開抗锯齒，普通場景80多帧，複雜場景70帧左右。地平線4 1080p 超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全程80多接近90帧。英雄聯盟 4K 中等畫質，最後大亂戰平均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接近60幀。古墓麗影：暗影 1080p 高畫質，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幀42幀。荒野大背靠2 1080p 低畫質，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幀44幀。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自定義畫質，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
最後結果是70幀每秒。實戰一下。这就是 Radeon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驗。來看一下遊戲時的溫度情況。CPU 最高 77.2 度，內存做顯存最高 63.5 度， SSD 最高 46 度，散熱表現很好。看一下 3DMark 的圖形得分 ：TimeSpy 2966 ，FileStreak 8411 ，StillRoman Lite 20.92 FPS， 穩定度 99.1%。我們把 3DMark 的數據做成圖表，它在 780M 核顯中排在中游位置。我們也給它運行了大模型測試，還是貪吃蛇編程問題。14.68 token 每秒，這成績排在了 780M 核顯榜首的位置。顯示輸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輸出 4K 144赫茲10位 RGB 顯示信號。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輸出 4K 144赫茲10位 RGB 顯示信號。我們的顯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頻到160赫茲，超頻後這台小主機可以輸出 4K 160赫茲10位 RGB 顯示信號。連接索尼 OLED 電視 HDMI 接口能夠輸出 4K 120赫茲10位 USB-C R44 顯示信號。Radeon 780M 核顯的視頻解碼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幀 AV 視頻。YouTube 8K 60幀 AV 視頻流暢播放。硬盤測試7000兆比每秒，這是 PCIe 4.0x4 的最高速度。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盒3100兆比每秒，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我們還測試了小主機的 WiFi 網卡，這次是 Intel X200 WiFi 6無線網卡，跑到了82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無線性能了。Intel i26-V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v3 測試了內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了 2.35G。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天貝 GEM12 Plus 裝置了 Ryzen 9 Pro 8945HS，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釋放是65瓦。功耗表現我們列表給大家看，烤機最高功耗才101瓦，待機最高功耗 10.9 瓦，120瓦的單槽小電源能夠搞定。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35度， SSD 待機溫度42度。生產力測試 CPU 100%的時候，機身48分貝，放到耳邊位置39分貝，算安靜吧。這台旗艦高性能小主機設置均衡或者靜音模式，或者限制整機功耗到80瓦以下，可以和我輸出90瓦 PD 電源的 LG 顯示器的 Type-C 接口一線通。天貝 GEM12 Plus 它裝置了 AMD Ryzen 9 Pro 8945HS CPU， 出廠65瓦功耗釋放，性能排在 780M 核顯小主機的最前列。它擁有超級大盲關接口，我們對此非常讚賞。因為這將會是一台很難過時的小主機，
它有双 2.5G 网口可以做軟路由，它有滿血的 HDMI 2.1 接口可以做最高等級的 HTPC， 它有 OCLINK 接口可以外接顯卡坞， OCLINK 外接多盤位硬盤盒， USB-4 接口外接萬兆網卡，它也可以轉型為一個有萬兆存儲功能的家庭服務器。這台旗艦級別的小主機幾乎沒有啥缺點，因為上面的 AI9HX370 小主機不可能跌進3000元以內，對它產生威脅。不過現在內存和 SSD 的價格實在是太貴了。總結一下， GM12 Plus 裝置 Ryzen 9 Pro 8945HS， 65瓦的功耗釋放，性能排在了前列，散熱和靜音都很優秀，滿血全功能 USB-4 能接入 PD 電源，限制整機功耗還可以打成一線通。裝置具有強擴展能力的 OCLINK 接口，接口兼容性超級完美。這是本年度值得買的旗艦迷你主機，目前價格國補後2700元左右。我們對 GM12 Plus Pro 8945HS 給出推薦的評價。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